和大家介绍一下啊，怎么样利用这个 T8200做一个材料的筛选，一个简单的介绍。然后这个呢是一张普通的高频卡片啊，这个我们先把它放到上面去做一个基础测试。那测出来的这个信号的话，强度还是蛮大的，它的这个 Q 值是40左右，然后信号衰减的话呢，大概在伏氏3 dB 啊，频率是14.33兆。然后呢，我们手上现在拿到了2个不同的这个材料，镭射材料啊。那假如现在我们要在这个卡片表面要加镭射材料，然后呢，我们要选择哪一款呢？从路眼来看哈，是没有办法分辨的啊，厚度啊都是一样的。然后这2个材料它加上去有什么影响呢？然后用这个仪器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得到啊。那我们把1号先放进去啊，我们测一下。然后1号看啊，它这个 Q 值又变成2了，40变成2了。然后它这个信号衰减的话呢，变成负3.6。啊，发现没有，这个频率是几乎是一样的，几乎没什么变化。所以说，单独从频率来讲的话呢，这个材料你是看不出来什么影响的。那我们放2号。那大家可以看得到啊，这个是 Q 值27，它的信号衰减是负10 dB， 它的频率几乎也差不多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卡。所以说可以看得到1号哈，它几乎它的这个 Q 值衰减到几乎为0了。然后呢，这个2号的话呢，这一款的信号是衰减大概1/2左右，当然这个还是在接受允许范围内的。所以说显而易见啊，2号比1号更加适合于用来做这个卡片。好，先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是2款常见的银行卡中料，它这个是没有带芯片的啊。那我们来测试一下，看它这个频率状况怎么样啊？看看能不能测试。那这个是第一款，可以看出来啊，它这个频率的话，它是可以测到这个是84兆赫兹这一款天线。然后呢，它这个天线的这个衰减强度的话是负8.4，它的这个天线 Q 值的话呢是29Q 啊，这个 Q 值。那我们看第2款这一款，啊，看看能不能测。啊，同样的啊，它也出来了。这一款的话呢，这个天线的话呢是75兆的，它的信号衰减强度呢是负2.5，它的 Q 值呢是30。好，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T8200 Pro 杠 G 的这个测试同天线啊，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同时刻天线的，这是没有绑定的啊，大家可以看得到，这个只有一个同天线而已。然后呢，这个同天线的好坏，然后呢一致性怎么测呢？然后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设备可以测出来的啊。然后把这个放上去，同天线的它这个参数是有的，它这个频率是53.6兆，它的信号衰减强度是负5，它的 Q 值的话是11.8。然后再说一下这个 T8200 Pro 杠 G 的啊，这个设备其实连这种我们常规的这种低频线圈啊，其实它也是可以测试的啊，因为这台设备它不单单是可以测这种带芯片的这种电感器件，它也是可以测啊。咱们低频的这个线圈啊，就类似一个电感啊，我们来测试一下啊，看它的这个数字是怎么样子的啊。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，它这个低频线圈用的这个电感呢，那个频率的话是1.69兆，它的信号衰减是负7，它的 Q 值是24。大家讲一下这个 T8200 Pro 杠 G 的这个仪器啊，它其实除了测这个高频的以外啊，咱们测这些低频的也是可以的，因为它这个设备的频宽蛮宽的，可以测10K 到100兆。然后呢，这个低频卡我们先测一下啊，我们先看它这个曲线图啊，看这是可以测到的，它的频率是125K， 它的信号衰减是负7 dB， 然后 Q 值是5。同样的，我们测一下它这种，其实这种忘带产品啊，我们常规目前市面上很常见的，我们也来测一测，啊，也是可以测的啊。它的频率是121，它信号衰减是负1.2啊，它的 Q 值是9。